有印美消息称，5代机已经过时了，因为中国在珠海航展上已经亮相了一架6代机的模型。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密财虎，我是虎妞。在这之前，人们发现在珠海航展上出现了2架全新编号的歼20，凭借着这一点，很多人就断定歼20现在的数量已经达到了近200架，产能也来到了70架。即便是美国拥有的用于空中格斗的 F-22 数量都不超过200架，用不了多久，中国就能成为一个5代机超级大国。不过现在人们的关注重点已经不在歼20身上了，而是在航展上一款神秘战机模型上。从航展上放出的图片来看，这只是一个模型机，但是它采用的布局却是目前全球战机都没有的无尾飞翼式布局。因此，英媒《欧亚时报》认为这是一款中国6代机的概念机。而美国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也是在前不久放出了 NGAD 战机的概念图。对于 NGAD 战机的预估时间是在2030年首飞，而对中国的这款6代机，英媒认为可能会在2026年就进行首飞。因为美国公布的 NGAD 战机只是一个 PPT， 还是一个概念图，而中国在航展上展出的则是一个模型。在这一步上，中国已经实现了领先，所以会比美国提前进行6代机的首飞。由于航展上只是展示了这款飞机的模型，并没有进行一些详细说明，所以大家也不清楚这款战机的具体设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和美国的 NGAD 战机一样，是一个整个的系统集合，特别是和无人僚机组成的有人加无人协同作战。在本次的珠海航展上，我国就已经亮相了多款隐身无人机，其中有不少的无人机都能够充当无人僚机。有先前央视放出的歼20操控3架攻击11无人僚机作战，也有现在经过改进的 FH-97A 无人僚机。这款无人机从外表上看就是一款缩小版的歼20，无论是充当歼20的无人僚机，还是6代机的无人僚机，显然都再合适不过。虽然航展上的这款飞机并没有透露一些它的性能，但是从它的布局来看，还是能猜出一些的。这种无尾翼的设计会使得战机的隐身性能大大增强，并且这种设计还会减少战机在进行高速飞行和巡航时的阻力。而经过改进的菱形3角气动外形，让战机内部有了巨大空间，有着更大内部武器舱和携带更多的燃料。当然，这种设计的缺点也很明显，没有尾翼的战机在飞行时稳定性会变得十分差，无法进行一些高难度的机动，在与敌方战机发生空中格斗的时候，会陷入一定的劣势中。因此，英媒认为我国已经研发出了矢量发动机，并且有了很大的进步，这才会展出这款模型。常规发动机在提供推力时，都是为了克服飞机本身受到的阻力而提供飞机加速动力，而矢量发动机可以让飞机在进行低速机动飞行而操作舵面几乎失效时，为飞机提供额外的操控力，从而控制飞机进行机动。换句话说，就是矢量发动机的喷口可以从不同方向偏转，从而产生不同方向的推力，而传统发动机只能产生一种方向的推力。这在英媒眼中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在他们的印象中，中国的发动机技术一向都是落后于西方国家的，更别提研发出这种领先世界的矢量发动机了。得益于先进的发动机技术，再加上全新的设计布局，这款6代机要比5代机更强。这意味着一旦这款战机诞生后，5代机将变得过时。但是这款战机的价格也十分高昂，就按照美军的预算来看，从18年开始就投入了25亿美元，在往后的3年里，美军更是打算将预算加大到90亿。如果等到2030年战机原型机制造出来并首飞的话，那么花费的资金将达到200-300亿美元。而这笔资金预算再平摊到每架6代机的头上，再算上6代机的配套设备，如高超音速武器、数架无人僚机、先进人工智能系统，这些成本算下来的话，一架6代机的价格就高达数亿美元。
因此，一种可能的情况是，中国的6代机比美国先进型首飞了，也不会制造太多架，更多的可能应该是制造个100架左右，让5大战区各换装上一个6代机旅，其他的战机则用技术成熟、可批量生产的歼20来进行替代。这样的话，也能够让这款6代机发挥出更大的作用。6代机是一款全新概念的战机，和歼20这种单纯的空中优势战机不同，它是一个系统，是通过多种武器和配套设施形成的一个整体。即便是歼20 5代机到那时已经过时了，对6代机而言也是能组合搭配使用的。